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由绍恩·阿克先生撰写的《Big Potential》激发最大潜能的法则。对于大家来说，成功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学和高中阶段，可能是在社团比赛中取胜或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大学后，可能是进入优秀的公司；进入社会后，则可能是被选为众人羡慕的项目团队成员。我们一直被教导成功是通过击败他人生存下来实现的，但这是否真的能将您的人生引向更好的方向呢？为了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只能与他人竞争和互相排挤呢？最新研究表明，通过这种竞争来获得成功并不现实。为了发挥个人潜能并取得最大成功，重要的是你与周围人的联系、对他人的贡献以及从中获益的能力。无论你有多聪明，有多大的能力，如果只靠自己，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如果真的想要成功，与周围人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当今社会过分注重个人的力量，竞争胜过一切，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本书要教给我们的。它从全新的角度阐述了人生中成功的含义，并且清晰地解释了如何实现这种成功。通过阅读这本书，肯定会改变您的生活。今天我将介绍其中2个章节内容。第一章，不要竞争，不要独自一人，建立人际关系才是通向幸福的最佳方式。第2章，大力称赞周围的人，通过简单的交流技巧改变人生。这2个内容非常重要，请务必看到最后。首先是第1章，不要竞争，不要独自一人，建立人际关系才是通向幸福的最佳方式。大家是否有过和朋友一起合作做作业却被老师批评的经历呢？比如，在暑假时将作业按科目分配给朋友们，集中精力完成某一科目的作业。这样做不仅可以更快完成作业，也更高效。但实际上，当我们和朋友合作完成作业时，可能会被老师批评，因为我们一直受到的教育基本原则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这种教育基础早在我们进入学校之前就由父母灌输给我们。比如，一个人能自己去厕所或者洗澡时，会受到表扬；只要能独立完成任务，就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但是如果借助他人，就可能被视为懒惰。这反映了当今社会对个人能力的强调，过分关注个人能力，因此我们逐渐误以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是了不起的。当然，进入社会后，有时会被告知在团队中顺利完成角色非常重要，甚至有时会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与其说是能够独自完成所有事情的人受到赞扬，不如说是强调与周围人能够有效合作的人更受青睐。有这样一个人在团队中，整个团队都会更加充实，团队的绩效也会得到提升。我们都希望身边有这样的人，不是吗？通过与他人合作，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超越个人能力的局限。这也是本书的重要观点之一。与周围人建立良好关系，并为周围的人做出贡献，从中获得好处，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成功之道。这也是本书强调的。大量研究显示，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合作，成功更容易实现。例如，对8万名学生成绩进行的分析表明，与朋友关系密切且在更多方面共享信息的学生，学业成绩也最好。在登山过程中，进行了一项实验，让人们观察山峰并估计其险峻程度。实验结果显示，当周围有支持的伙伴时，人们对山峰的险峻程度有了不同的感知。与独自一人时相比，有朋友站在旁边时，对山坡的倾斜程度的估计降低了10%至20%。换句话说，有朋友在一起时，对于某事物的困难程度会显得更低。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登山，对于看似困难的工作也同样适用。在工作中，当有团队伙伴存在时，任务似乎变得更有可能完成；而独自一人时，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工作无法完成。大家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呢？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
因为团队伙伴为我们提供资源和支持，所以在他们身边，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任务都会变得更容易一些，成功看起来更有可能实现，障碍看起来也更容易克服。领英的共同创始人兼董事长里德·霍夫曼曾说过，即使个人的智能和策略再优秀，也无法取代团队的作用。而历史上最具竞争力和成功的企业之一，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史蒂夫·乔布斯也表示，真正伟大的商业工作不是由个人完成的，而是由团队完成的。他们强调团队的价值和作用。海军特种部队通过让队员们结伴做俯卧撑来共同体验困难，在训练中培养了共同战胜困难的意识。这表明优秀的团队已经认识到，在取得社会成功时，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个团队建立良好关系，共同朝着成功迈进。然而，在面对困难工作时，我们往往倾向于独自在办公室里努力，这可能是最初学校教育强调个人完成作业的影响所致。事实上，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更应该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和建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即使是个人认为非常困难的问题，通过与他人合作解决，困难也会变得不那么棘手，我们成功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依赖他人会分散注意力或变得软弱，甚至会减弱竞争意识，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团队合作是实现成功和幸福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总结来说，我们已经强调了人际关系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事实。一个成功的团队并非仅仅靠个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整个团队的合作协调。然而，观看本视频的许多人可能并非仅限于在公司中建立团队或担任项目领导等职位，他们可能认为公司中的成功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就足够了。不过，这本书强调的重视人际关系胜过个人能力的理念，对于让您的生活更加幸福非常有帮助。人类本身就不是孤独生活的，我们往往是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生活的。与团队一起追求幸福，要比独自努力更容易实现。这本书可以改变您的思维方式，让您不再只关注公司等方面，而是在您的生活中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来追求幸福。让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建立最强团队所需的方法论。有人认为，最强团队应该是由一群个人能力超群的超级明星组成的团队，但根据谷歌进行的最强团队建设研究，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即使团队中有非常优秀的人，拥有辉煌学历的人，具有出色人格魅力的人，甚至有像大谷翔平那样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卓越的团队。最强团队的建立与团队成员个人的能力完全无关，这一点已经清楚明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团队才能成为最强团队、最成功的团队呢？答案是：第一，团队成员具有较高的社会情感，即认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第二，团队营造了一种安心发表意见的氛围，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发表意见。换句话说，团队成员都认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团队营造了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氛围。这样的团队才是最强团队。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只要满足这么简单的条件，就可以成为真正最强的团队。但实际上，这一点已经通过实验证明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方法，类似于衡量个人智商的方法，来衡量集体智商。这样就可以衡量团队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们认为什么样的团队可以拥有较高的问题解决能力呢？也许从之前的描述中，你们已经能够理解了，那就是所有团队成员都认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的团队，拥有最高的问题解决能力。事实上，与只聚集高智商成员的超级团队相比，即使团队成员的个人能力是平均水平，只要满足之前提到的条件，这样的团队对于各种挑战都展现出了更高的成功率。团队的强大和成功与团队成员个人的能力无关，
而更关键的是整个团队所营造的氛围。成功在人生中意味着幸福，而如果团队可以变得幸福，那么团队成员也会因此而幸福。因此，如果你想要成功并过上幸福的生活，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团队。这并不意味着要追随能够赚很多钱的企业家，或者是跟随极其聪明的发起人，而是要珍惜人际关系，倾听任何人的意见，无论对方是谁，与这样的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了解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你自己生活的团队，这是通向成功和幸福的关键。另外，与周围的人和团队一起达成目标的感觉也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变得幸福，那么就要帮助周围的人取得成功。虽然有句老话说，怜悯之心不仅仅是为了别人，但通过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通过帮助他人取得成功，个人也更容易成功。这是因为团队内部形成了相互帮助的结构，团队成员之间更容易共同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成功的人周围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说法，即人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实际上，在大家的生活中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从小学时代的优等生变成中学时期的不良少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做优等生才好，也有人成为不良少年后过得很幸福，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人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研究还表明，在健康的社区或网络中，加入健康的人会使其他成员更健康，而幸福的人会使周围的人更幸福。关于幸福对周围影响的研究结果非常有趣，我来简要介绍一下。根据幸福相关的研究，如果一个人变得比现在更幸福，那么在 1.5 公里范围内的朋友也有 63% 以上的几率变得比现在更幸福。而如果现在不幸的人加入到幸福的人群中，他们发现幸福的机会会显著增加。这个结果令人震惊，不是吗？被幸福的人包围，并不意味着你的幸福就会得到保证，但幸福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换个角度说，如果你想要自己变得幸福，最快的途径就是加入一个充满幸福的社区，或者帮助周围的人变得幸福。另外，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育儿，这点至关重要。富有耐心、关心体贴的人的孩子通常也会拥有同样的特点，而缺乏专注力、叛逆或冲动的人，他们的孩子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行为。研究表明，这并不是受到抚养者的影响，而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导致孩子的个性发生变化。实际上，个性特征在孩子之间也具有传染性。在教育孩子方面，人们通常建议父母展示学习的好榜样，因为这充分体现了人类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虽然以上以孩子为例，但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你自己想要改变的情况。例如，如果你想要增强专注力，加入一个专注力强的社区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你想要培养更多阅读习惯，加入一个阅读社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希望养成健康的习惯，与关心健康的人交流也是个明智之举。总之，无论是健康、幸福还是学业上的目标，加入一个团队或建立一个团队来实现这些目标，都能够拓展你的视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你独自解决，团队解决问题会更轻松、更快乐。接下来是第2章，大力称赞周围的人，通过简单的交流技巧改变人生。刚才在第1章已经解释了团队共同追求幸福与成功的重要性，以及每个团队成员理解人际关系重要性并倾听对方意见的重要性。然而，尽管了解这些优秀团队的要素很重要，但要将团队打造成优秀团队，还需要改变身边的团队成员，让他们也具备这样的优秀特质。因此，第2章将教授如何改变你周围的人，使他们能够帮助你取得成功。首先要强调的是消除负面因素。根据某些研究结果，大脑在积极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大潜力，生产力提高 31%， 想象力增加3倍。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
负面情绪对大脑有害，尽量避免接触负面信息非常重要。这包括避免观看负面新闻，在社交媒体或聊天中避免接受负面信息等。虽然完全避免可能有些困难，但在早晨和睡前这2个情绪低落的时间段，尽量避免接触负面信息也非常关键。我个人认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要让消极的人围绕在你身边。当然，如果那个人是你喜欢的，并且你愿意与之共度时光的话，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如果对方不是你喜欢的人，且总是给你带来负面信息，那么你没有必要继续保持与之的关系。你的周围是否有经常给你带来负面压力的人？如果有的话，减少与他们的联系频率等办法可以帮助你远离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在你的生活中进行团队建设的第一步。相反的，与积极、充满动力和正能量的人频繁交流，将对你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在日本文化中，与你尊敬的人为伍是至关重要的。尊敬的人的品质和态度必将对你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你提升自我。此外，只是简单的与积极的人为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同样重要的是，将不同思维和生活方式的人团聚在一起。虽然近年来多样性备受强调，人们主张尊重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但这样做也具有实际利益。与同质化团队相比，具有多样性的团队更容易取得成功。正如第1章所述，个人的能力有限，这意味着即使有大量与你相同的人存在，他们所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让与你观念相左、经历迥异的人团聚，将具有更强的爆发力。人们往往会倾向于与自己观念相同的人为伍，但如果你真心渴望成功和幸福，那么建议你与持有完全不同观念，或者是你从未想过的观念的人建立联系。为了与持有完全不同观念的人接触，你可以尝试参加之前从未涉足过的社区，或者积极的与陌生人交往。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现在你都有很多机会参与各种社区。因此，请积极与新人接触，而不是犹豫不决。你的团队应该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积极正能量的团队。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将这个团队培养成最强团队。就像第1章所解释的那样，最强团队的特征是所有成员都充分理解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能够认真倾听每个成员的意见。这样的团队就是拥有心理安全感的团队。我想谁都不愿意在发表意见时立即被否定或批评的团队里发言吧。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发言或成果，都需要团队中的每个人给予赞扬和认可的氛围，而不是批评。我们应该用肯定的态度来建立团队，而不是否定。重要的第一步是多多表扬周围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表扬方式都是有效的。正确的表扬方式才是关键。接下来，我将介绍3个正确表扬的要点。第一个是，不要与他人比较来表扬。正如第1章所解释的，竞争心并不总是有益于整个团队的成功，特别是在表扬时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常常会不经意地与其他人进行比较来表扬。比如，你是团队中最出色的成员之一，或者你是这个团队中最聪明的人之一等等。这样的比较实际上会给其他成员造成压力，因此尽量避免使用这样的比较性词语来表扬。第二个是表扬行为而不是结果。我们经常会在某人取得成就时说干得好，但更重要的是表扬他们的行为而不是结果。例如，表扬一个人总是在努力工作的态度，比表扬他们取得的成就更为重要。常常说一些类似你一直在努力这样的话来表扬他们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当周围的人做出积极行为时，请养成每次都认真、持之以恒的表扬的习惯。无论是多么微小的行为，都应该给予表扬，因为通过表扬行为本身，这种积极的反馈会变成一种习惯，并最终带来良好的结果。第3个是，不要仅仅表扬个别成员，而是应该表扬整个团队。尽管在团队合作时，这可能有一定难度，但通常情况下，
某人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团队其他成员支持和努力的结果。当然，表扬出色的个别成员也很重要，但要充分肯定为团队成功打下基础的成员的努力，这有助于团队更加成熟稳固。通过上述介绍，相信您对正确的表扬方式有了更好的理解。简而言之，只要发现值得表扬的地方，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赞扬，但同时要避免与他人比较或自吹自擂的表扬方式。如果您是项目或团队的领导，还可以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相互表扬，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总之，从自己身边开始表扬他人，被表扬的人也会开始表扬其他人，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表扬循环。我之前也解释过，人类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这意味着你的行为和想法会影响周围的人，直接改变他人的行为非常困难。但是当你的行为发生变化时，周围的人也会逐渐产生变化。通过改变你自己，你身边的团队也会逐渐变得更好。另外，表扬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请意识到，除了表扬他人之外，也要表扬自己。表扬自己和表扬他人一样重要。在睡前，想一想今天你做的3件好事，并且表扬自己。这样做可以稳定你的心态，为表扬他人打下基础。当你的心态不稳定时，即使想要寻找别人的优点，也会看到他们的缺点。因此，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非常重要。这当然也包括我们经常在本频道讨论的健康习惯，比如饮食和运动，这些对稳定心态也非常重要。如果这些基础不牢固，单纯的表扬他人是不会长久有效的，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首先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点。另外，在结束之前，我想分享一个可以让你生活更幸福的小贴士，就是在交谈时用积极的一句话开场。根据一项研究表明，对话的开场决定了它的结局。如果你一开始就说类似于最近很忙或者这周真是艰难，那么对话就会走向消极的方向。相反的，试着从积极的角度开始，比如对日常生活可以说今天天气真好呀，或者今天心情真愉快呢，甚至是好久不见了，很高兴见到你。养成以积极的语言开启对话的习惯。当然，并不是要过度积极，简单的说今天天气真好，或者今天感觉很棒也可以。对话开始的积极态度会影响整个对话的氛围，使人际关系更加积极，也能让你的生活更加积极快乐。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希望你能尝试一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